塔瓦纳一通乱喷，对面的英伦才子几乎吐血，可塔瓦纳也是快刀斩乱麻，语音发过去，直接将对方拉黑，然后还不过瘾，又跑到 ins 等等社交软件上取消了对他的关注。明星关注谁了，取关谁了，本身就是粉丝们重点关注的风向标。有一帮人闲得蛋疼，每天盯着明星的关注人数和列表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会立刻爬出来，然后在网上跟其他粉丝大肆讨论。塔瓦纳忽然取关了英伦才子，被发现之后，立刻就在粉丝群里炸开了锅。两人以前合作颇多，互动也很频繁，一直以好友的姿态面对世人。塔瓦纳忽然取关他，这种感觉对内地粉丝来说有点像王菲忽然取关了陈奕迅。一开始粉丝们还十分不解，觉得塔瓦纳说不定是手滑才取关了对方，可很快大家就意识到不对劲了。手滑在 ins 或者 Facebook 上取关了对方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手滑不会同时在 ins 和 Facebook 上取关同一个人，这要是巧合的话，特么得滑成什么样才能滑出来？摆明就是故意的好吧。于是大家就开始猜测，塔瓦纳为什么要取关英伦才子？吵架了？还是利益纠纷？一开始大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直到某位大聪明忽然在网上说，塔瓦纳刚在华夏直播的时候抨击了不列颠，他俩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闹掰了？所有人都瞬间恍悟，想来应该就是这样了。而且是塔瓦纳取关英伦才子，不是英伦才子取关塔瓦纳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就算闹掰，也大概率是塔瓦纳主动跟对方闹掰。一瞬间网络哗然，西方一些比较右翼的网友想不通，塔瓦纳这是被灌什么迷魂药了？怎么成华夏的大外宣了？大姐你是美利坚美国人啊，给地球另一端的竞争对手当外宣，还挤兑自己国家的盟友，你咋想的？左翼网友倒是善解人意，什么国不国的，大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就应该抛开成见，一心向善才对啊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是你儿子在外面抢了东西回家，你这个当爹的不该管管。塔瓦纳才懒得管这些，反正他要在讨好叶晨的路上闭着眼睛走到底，佛挡杀佛，神挡杀神。经过了一天翻天覆地的网络热潮，塔瓦纳陆续拉黑了不少不列颠娱乐圈的熟人，然后潇洒地开始了自己的第3场燕京演唱会。叶晨想跑也没跑了，顾秋怡非拉着他好事做到底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咬着牙把4场演出全部干完。前3场演出，每一场演出都会登上许多热搜，每一条热搜都各不相同，但唯独一条热搜3次都挂在上面。被塔瓦纳亲吻的神秘男舞者究竟是谁？全世界的网友都极度的好奇，有人甚至说，如果把这个男人的照片放到网上，100美金看一次，自己也愿意看。然后他在第4天，于外网发起了一个投票，投票名为如果让你花100美金看神秘男舞者的真容照片，你愿意吗？一天时间500多万人投票，300多万人投了愿意。媒体又炸了，这帮粉丝也是有毒，愿意花100美金看一个蒙面男人的阵容，你们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有这个钱不能干点别的吗？去超市购物买点牛羊肉、鸡蛋、牛奶什么的也好啊，出门买东西不花钱，冒着险搞零元购。上了网愿意花100美金看一个男人的长相，纯他妈有病不是？300万人，一人100美金，这就是3亿美金啊！塔瓦纳唱3场也挣不到3个亿的美金啊！不过华夏网友这次站起来了，他们立刻表态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们内娱恨不得早在800年前就开始在微博上付费解锁明星照片了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我们内娱明星没人敢把照片价格标这么高，一般也就是28、38、58元人民币。到了第4天，萧初然也对这个神秘男人好奇至极，他在手机上一连看了3天，怎么看都怎么觉得这人就是叶晨。可是每次这么想的时候，自己心里又有一套说辞来说服自己，这跟叶晨没什么关系。一直到第4天，当他通过现场歌迷的手机直播，
再次看到那个神秘男舞者登台与塔瓦纳、顾秋怡共同登台的时候，他忽然灵机一动，接着他用手机给叶晨打了个电话。他心里想着，叶晨不是风水总监吗？演出真开始了之后，应该不会那么忙吧？如果他立刻就接电话，证明他肯定不是那个神秘男舞者。如果他不接电话，虽然也不能证明他一定就是，但似乎嫌疑就更大了几分。毫无疑问，叶晨根本没法接电话。他为了演出不露出破绽，甚至没带手机登台。况且自己这一身铠甲，手机也无处可放，就算带了，自己也不能在舞台上接电话。可是他是真没想到，萧初然会选择在这时候给他打电话。听着电话里一直嘟嘟嘟的声音，萧初然心里忽然有些莫名紧张起来。他不禁喃喃自语，难道这个神秘男舞者真是叶晨？可是为什么呢？他虽然是风水大师，可2个顶尖女明星没必要对他这么热情主动吧？叶晨哪知道能出这种岔子，他早就在燕京待腻了。不忙演出的时候，一帮人逼着自己生孩子；忙演出的时候，一个美国疯婆子老抱着自己亲，真的是怎么都难受。所以他已经跟顾秋怡说好，这4场演出一完事，自己就直接去机场飞回金陵了。后面虽然还要继续到护城演演戏，可后面就没有伴舞这档子事了，而且后面的演出还要等几天才开始。这几天自己完全没必要在这里耗着。好不容易挺到这首歌结束，塔瓦纳又上前抱着他亲吻。好在从第2场开始，他就收敛了许多，没像第1场那么夸张。亲吻之后，叶晨与顾秋怡退场，2人快步来到化妆间。叶晨一边换衣服，一边说：“我是真待不了了，这就直接去机场。楠楠，你回去记得帮我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，我就不回去跟他们告别了。”顾秋怡惊讶地问他：“叶晨哥哥，你就算着急回去，也没必要现在就走吧？这都已经9点多了。”叶晨说：“我必须得走。”顾秋怡故意嘟囔：“你是不是想萧女士了？”叶晨正色道：“什么萧女士？那是你嫂子。”才不是。顾秋怡哼哼一声，严肃地说：“她是第三者插足，只是我不跟她计较。”行行行。叶晨知道这种事自己跟顾秋怡完全没法掰扯，因为自己完全没有胜算。聊先来后到，顾秋怡会说打小就认识自己，肯定比萧初然先。聊合法夫妻关系，顾秋怡会说父母之命大于一切。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面前，夫妻关系算什么？反正这丫头怎么都有她的理。关键叶晨也是自知理亏，也不好跟她掰扯，于是他只能投降，说：“你说是萧女士就萧女士吧，我离家好几天，也该回去了。”顾秋怡也不为难他，说：“那我送你去机场好了。”叶晨说：“我先把你送回家，自己开车去机场，回头把车放在机场，陈泽凯会安排人开走的。”顾秋怡说：“那就我送你去机场，送你进机场之后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”叶晨无奈，眼下已经9点多，今晚回金陵正常的航班最晚就是11点的，自己要是抓紧时间去机场，还能赶上这班飞机，要是错过这班飞机的登记时间，就只能让叶家安排私人飞机了。私人飞机固然方便，可一旦落地时间跟航班信息对不上，就容易露出破绽。萧初然只要随便查一查，就知道那个时间没有飞机落地，高铁也停了，那叶晨是怎么回来的？为了不搞麻烦事，叶晨便对顾秋怡说：“那行，咱俩一起去机场，不过我会让老陈安排直升机去机场接你，你不能自己开车回，我不放心。”无所谓，顾秋怡笑着说：“只要能送你去机场就行。”这时远在金陵的萧初然看到直播视频里，神秘男舞者已经退场，于是他故意等了几分钟，又给叶晨打了个电话。叶晨的手机就在化妆间的桌面，此时手机忽然响起电话打进来的界面，直接顶掉了之前未接来电的通知。他甚至不知道萧初然刚才在自己演出的时候给自己打来过电话，于是他冲顾秋怡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嘘了一下，这才拿起电话
接通笑道：“初然。”萧初然心里一沉，人立刻有些慌乱。他问叶晨：“老公，你在干嘛？”叶晨说：“我正准备去机场呢。”去机场？萧初然有些惊讶，怎么这时候去机场啊？演出不是还没结束吗？叶晨说：“我的工作都结束了，今晚刚好还有一班回金陵的飞机，所以我打算现在就出发，赶这班飞机回去。”萧初然心里更忐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叶晨到底是不是那个神秘男舞者啊？为什么男舞者登台的时候他不接电话？男舞者演出结束没几分钟，再打电话他就接了，而且男舞者演出刚结束他就要回金陵，这时间上不就是刚刚好吗？难道那个一连跟塔瓦纳暧昧4天的神秘男舞者真的是他？